各位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我是卡皮桑。今晚我们要聊的是民国名媛兰妮。这是一个关于家庭崩溃、商业博弈与权力对抗的长篇故事。故事的起点并不像电影开场那样浪漫，虽然兰妮常被冠以苗王公主的名号，但她的童年其实是在一种随时可能倾覆的危险感中度过的。1912年，她出生于澳门。祖父蓝元初是清末名将，父亲蓝焕定则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功臣。在这样背景下的女孩，血液里天生就带着一种对政治的敏感和对权威的不驯。然而，命运在1920年代末给了她沉重的一击。当时，她的父亲因为目睹政坛挚友惨遭暗杀，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，最终陷入了疯癫。这对于一个名门望族来说，不仅仅是失去了顶梁柱，更是社会地位的毁灭。昔日门前车水马龙，转瞬间只剩下一片肃杀与寒凉。那年，兰妮才10几岁，她看着疯癫的父亲和无助的母亲，心中第一次种下了对贫穷与无能为力的极度恐惧。这种恐惧成了他后来一生追逐财富与掌控权的原始动力。为了撑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家，兰妮面临了人生第一次巨大的抉择。当时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吊生的儿子李定国正四处寻觅良配，兰妮的美貌和名门出身虽然已破落，成了最好的交换物。这是一场明码标价的婚姻。为了每个月给娘家的100块钱津贴，兰妮把自己卖进了李家。在李家的日子是兰妮生命中最压抑的冬眠期。李家是那种典型的规矩大过天的官僚家庭。身为交易而来的儿媳，她被要求低眉顺眼，被要求放弃所有自我。但在这深宅大院里，兰妮没有选择自愿爱意，她像是一只安静的猎豹，冷眼观察着权力阶层的运作逻辑。他发现李家的权势是依附于职位的，只要政治风向一变，所有的尊荣都会烟消云散。他意识到，如果一个女性想要掌握命运，就必须从这种依附性中解脱出来。1934年，在为李家生下3个孩子后，兰妮做出了那个惊世骇俗的举动——离婚。他拒绝了那笔在旁人看来足以安度晚年的分手费，他只要自由。他走出李家大门时，上海的风很冷，但他的心是热的，因为他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的名字不再是李太太，而是兰妮。离婚后的兰妮并没有像社会预期的那样凋零，反而以一种更为耀眼的姿态回到了上海的社交中心。就在这里，他遇到了生命中最关键的男人孙科。很多人喜欢把这段感情描述成是权贵与情妇的俗套剧情，但卡皮三要在这里纠正这种偏见。兰妮与孙科的关系本质上是一场心智上的互补与合伙。当时的孙科身为孙中山先生的长子，虽然位居高位，但性格中遗留了文人的优柔寡断和政客的迂回。而兰妮那种在绝境中磨练出来的果决，那种带有野性的生命力，恰恰是孙科最渴望却乏的东西。兰妮成了孙科的私人秘书，但她的角色远超于此。她帮他处理那些他不屑于或不敢处理的琐碎政务，帮他在复杂的人际念网中穿针引线。在那些高级俱乐部的烟雾缭绕中，兰妮用她的敏锐为孙科过滤掉了一个个政治陷阱。但兰妮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，她看过父亲的崩溃，看过李家的虚伪，她深知男人的承诺在政治风暴面前比禅意还要薄。所以，即便在与孙科最如胶似漆的时候，她也没有停止对独立财产的追求。这也就引出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——玫瑰别墅的开发。现在，请大家跟着我的叙述走进1930年代末的上海。那是一个被称为孤岛的特殊时期，租界之外战火飞飞，租界之内则是畸形的繁荣。大多数有钱人在这个时候都在想着如何逃难，或者是把银元换成金条藏在床底。
但兰尼展现出了极其罕见的宏观视野。他认为，无论局势如何演变，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短期内不可动摇，而租界内高品质的土地是乱世中唯一的避风港。他看中了法租界法华路（现在的复兴西路）的一块地皮，这在当时是一场豪赌。他动用了自己多年积累的私房钱，加上向银行抵押、向友人筹借的资金，买下了这块地。这就是著名的玫瑰别墅的由来。兰尼对这7栋别墅的倾注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。他不相信现成的建筑公司，他自己找设计师，甚至自己参与绘图。他要求每一栋别墅都要有独特的风格，有的要有喷泉，有的要有弧形的阳台，有的要装饰大理石的壁炉。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？因为兰尼明白差异化竞争。他不是在盖房子，他是在创造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高级住宅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地方，更是权贵们交换信息、规避风险的秘密会所。在施工的那段日子里，如果你走过工地，你会看到一个穿着精致旗袍、脚踩高跟鞋的女人，毫无畏惧地踩在脚手架上。她会亲自检查水泥的标号，会为了几块进口的瓷砖跟供应商争论到深夜。她知道，在乱世里，任何细节的疏漏都可能导致资产的缩水。最终，玫瑰别墅成了上海滩的传奇。这7栋色彩明快的建筑，像是一串镶嵌在法租界深处的明珠。兰尼并没有把这些房子仅仅当作住所，他将其中几栋出租给重要的政商人物，这不仅为他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，更让他成为了上海隐形情报网的中心。这就是兰尼的深度所在，他用房地产构筑了自己的护城河。即便哪天孙科的权势倒了，只要这几栋房子还在，他就永远是那个不需要看人脸色的兰尼。然而，命运的试炼并未结束。1948年，孙科参加副总统选举，这场选举演变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绞肉机。政敌为了打击孙科，翻出了兰妮在抗战期间的一桩往事。当时兰妮有一批从海外进口的德国颜料，因为战争原因被查扣。政敌指控兰妮利用孙科的地位谋取私利，甚至将这批颜料与汉奸财产挂钩，在报纸上大肆抨击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兰妮事件。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，孙科展现出了他性格中最卑微的一面。为了保住副总统的竞选资格，他试图在公开行者与兰妮撇清关系，甚至发文暗示这一切都是兰妮的个人行为，与他无关。对于一个全心全意为他付出，甚至在战乱中帮他守住后方的女性来说，这种背叛是致命的。但兰妮的反应让当时所有的政客都感到战栗。她没有像传统女性那样去求饶，也没有去南京官邸大吵大闹，她直接在媒体上强硬回击，并在那一刻彻底断绝了与孙科的关系。她对孙科的那句话至今读来依然铿锵有力：如果你为了前途可以不要我，那我为了尊严也可以不要你。他在那场暴风中表现出的刚烈，远远超过了那些在政坛涡旋的男人。带着自己的资产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南京，回到了他的玫瑰别墅。他用行动告诉世人，他不是谁的附属品，他是他自己城堡的女王。1949年后，兰妮离开了上海，先后居住于香港、美国。在那漫长的异乡岁月里，他依然保持着那种冷静与体面。他利用早年在房地产市场练就的眼光，在海外依然能维持优渥的生活。但兰妮的心始终留在了复兴西路。1980年代，已是古稀之年的兰妮跨越重洋，回到了上海。当时的上海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霓虹闪烁的模样。玫瑰别墅在历经沧桑后，也显得有些颓唐。政府最终归还了玫瑰别墅中的一栋给他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媛就这样安静地住了进去。晚年的兰妮是一个孤傲的存在，
他极少接受采访，也极少参加社交活动。据说他每天依然会精心梳妆，穿上剪裁体贴的旗袍，坐在阳台上看着街道上的梧桐树。有时候，路过的行人会看到这栋老洋房的窗户里透出一抹清冷的光，那是兰妮在整理她的回忆。她经历过极致的繁华，也看过最丑陋的背叛。她曾握住过权力的边缘，也曾亲手拆解过财富的密码。当一切都尘埃落定，她发现这一生最值得自豪的，不是孙夫人的名号，也不是那7栋别墅的价值，而是她从未在命运面前低过头。1996年，兰妮在上海病逝。她走得很平静，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太多的感叹，只留下了那几栋依然矗立在复兴西路的玫瑰别墅，见证着一个女性在乱世中如何以智为矛，以地为盾，活出了自己的传奇。听众朋友们，兰妮的故事讲完了。我之所以花这么长的篇幅去剖析她，是因为在兰妮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觉醒。她不完美，她甚至有些冷酷，但在那个女性被视为点缀与财产的年代，她硬是靠着房地产战略和对尊严的死守，为自己赢得了与男人对弈的资格。深夜10点，如果你正感到迷茫，不妨想想兰妮，想想她是如何在瓦砾中种下玫瑰，又是如何在那场关于颜料的风暴中优雅地转身离去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是卡皮桑，愿意今晚的梦里也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坚不可摧的别墅。晚安。